这个黑人小伙不一般，99个汉堡包一口气炫完，吃完口干了，再来上满满一瓶番茄酱。文能速写黑板报，粉笔直接写冒烟，武能徒手抓劫匪，手指一捏枪报废。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狠人，他既不是超级英雄，也不是变种人，而是一艘外星人战舰。不久前，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，差点砸碎美丽国的自由女神像。而这时我们的男主黑大帅正直直的倒插在土里面第4果，简单的诠释电疗后，来一段灵魂探戈，开始他的地球之旅。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求知欲，不断模仿人类的行为习惯，呲了个大嘴冲人家大笑，学着小妞翻白眼。路边小情侣在亲热，他也顶着个脑袋凑过去，过红绿灯脑袋慢半拍，不小心撞了红灯，直接被迎来的车撞飞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把司机小美给吓得目瞪口呆。小美赶紧下车去查看，结果黑大帅猛地一个起身，惊呆了众人。小美打算叫救护车，结果一回头却发现人不见了。黑大帅一瘸一拐的来到巷子里，这时他的耳朵竟然自动打开一道门，里面出现2个迷你小人，他们顺着绳子滑到受伤的部位，往黑痣上一按，又是一道门打开来，里面各种线路冒着电火花。原来这副人类躯体是他们的飞船，飞船里面有许多小人，操控着身体各个部位。船长小黑在战舰上训话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地球偷取水源，但吸水装置在降落时弄丢了。这时小美找了上来，出于愧疚，她想邀请黑大帅去家里做客，可此时的黑大帅说话发音还没学明白，一开口直接把瓶子震碎了。简单调整后，黑大帅可以和小美正常交流了，于是跟着小美来到家里，意外的发现原来吸水装置被小美的儿子捡走了。于是黑大帅立马前往学校找小美儿子，去的路上发现自己衣服太扎眼，决定先去买套正常的衣服。来到前台付款，发现自己身无分文，于是拿手往桌子上的钱一扫，这个男人没钱了，往钞票上面一扫，来到试衣间，小马步一扎，钱哗啦啦从屁股崩出来，屁股一用力，还挤出一串串钢镚，靠拉屎变日净豆精。结完账换上新衣服，他来到学校，这一身绅士打扮被校长误认为是新来的老师，便把他安排到一个班级。好巧不巧，小美的儿子刚好就在这个班。孩子们看到老师来了，却一点也不买账，说他根本不像老师。听到这的黑大帅决定好好给他们上一课。这操作直接把学生看傻了眼。这时一个小男孩想要削铅笔，黑大帅直接将铅笔往鼻孔一插，瞬间就把铅笔削好了。下课他找到小美儿子，从他嘴里得知吸水装置早已被小胖抢走。随后2人来到便利店寻找小胖，结果小胖没找到，倒是先碰上了2个持枪劫匪抢劫。面对嚣张跋扈的劫匪，黑大帅直接先扔飞一个打胖子，另外一个拿手枪的被黑大帅的小兰花指轻轻一捏，枪管直接扁了，直接把劫匪吓得落荒而逃。小胖没找到，小美儿子提议可以去明天的游乐场等小胖自投罗网。于是黑大帅先跟着小美儿子回到家里，打起了游戏机，单身10几年的手速让小孩狠狠地羡慕住了。这时小美回来了，又盛情邀请黑大帅去游乐场玩。在游乐场，黑大帅参加起大胃王比赛，一口一个汉堡包，满满一盘汉堡包被他瞬间吃完。外面的黑大帅吃得飞快，但里面的外星人却遭罪了，汉堡在消化系统里堆积如山，他只好来到厕所将堆积的食物排出体外。完事后，黑大帅也在游乐场找到了小胖，成功拿到吸水装置。几日的相处让船长感受到了地球人的温情和友善，决定把任务先放，好好感受下地球人蹦迪的快乐。小美邀请黑大帅一起跳舞，此时飞船内也开启了狂欢 party， 玩得正嗨时，警察突然闯了进来，把黑大帅抓进了警察局。原来黑大帅砸出的深坑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通过调查发现还原了黑大帅的样貌。这一惊奇的发现，警察决定一探究竟，便发布了抓捕令。与此同时，飞船内也发生内讧，副船长认为人类只是低等生物，船长已经对人类产生了感情，有了感情的人是拿不动刀的，于是发动兵变，把船长抓了起来。由他接管飞船后，直接开启了战斗模式，手指一指，一个激光炮直接把牢房炸出个大窟窿。此时的黑大帅直接武力拉满，金钟罩一开，子弹都不能伤他分毫，警察局被他炸得稀巴烂。这个男人面对警察的围堵丝毫不慌，只见他手指轻轻一挥，一道激光瞬间将一辆警车炸飞，彻底暴走的黑人老哥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今天要从警察局出去，耶稣也留不住。与此同时，飞船内的船长被黑妹偷偷救下，他们要阻止副船长对地球的杀戮，却再次被警卫逮捕，直接被扔下飞船。他们只有蚂蚁般大小，一出来差点被滚出来的篮球压成肉饼，他们连忙躲到一旁柱子下，结果又差点被狗子一泡尿淹死。随后2人又被鼓风机吹跑，黑妹直接被吹到马路中间，还被一块口香糖粘住，怎么拔也拔不出。船长直接冲了过去上前帮忙，结果迎面而来的一辆汽车，但万幸他们从轮胎缝里躲过一劫。救出黑妹后，2人利用塑料袋当热气球飘向空中，结果又撞上一辆公交车，司机打开雨刷，2人死死的报警。他们看准时机立马松手，瞬间被甩了出去，刚好落在飞船的鞋子上。这时的副船长正操控着飞船前往海边，他直接用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很快便来到了海边，正准备将吸水装置
势扔进大海时，却另一只手给拦下了。原来船长已经接管了部分飞船的控制系统，在一场左右手的互相拔河拉扯下，吸水装置直接打落掉地，滚到了海里面。随后海面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正在吸收地球的海水。这时船长重新回到主控室，用飞船仅剩的能源将吸水装置重新收回，飞船的能源也随之耗尽。这时警察也跑了过来，准备逮捕黑大帅。危急关头，小美帝儿子夺过警察的电棍，往黑大帅身上一对，一个全身电疗，瞬间让黑大帅元气满满。然后船长从嘴巴里走了出来，向人类道歉。一番爱与和平的深情演讲后，船长和大家告别。可黑大帅刚起飞没多久，就被军方的网兜击落了。但就在这时，飞船的脚突然与身体分离，随后飞向空中，所有船员都已安全转移，他们最终飞向更大的宇宙。到这里，电影结束了。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科幻喜剧，蚂蚁般大小外星人却有着大大的能量，高度发达的科技让小小的钢球就能吞天纳地，不由得想起《三体》中的二向箔，心中泛起丝丝寒意。